所以像这种题，你要把题意理解清楚。你不能一个一个去数，2是你的约数，4也是，8也是，16也是，22得4，20，45，20也是，33得9，59，45也是。你说的这么多，无非就是给阿尔法贝的伽马赋值啊。你拿出一个2，他拿出一个3，他拿出0个5，或者你拿出2个2，他拿出1个3。其实的本质你被你发现之后，那么我到底有多少约数，就看给你们赋值的总数有多少。阿尔法有6种赋值的方法，贝塔有4种赋值的方法，伽马有2种赋值的方法，总共有这么多种赋值，给你们都赋完值，你的约数就出现了，这件事情就办完了所以分布计数原理。好了，这节课我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。回到原理，去深刻的领悟原理，然后用原理来做题。接下来的这道题呢，稍微有点变化。接下来的这道题是4220，4320，求这个数不同的正约数的个数，它有多少个约数？第一件事我要想，什么叫约数能被它整除的数就是它的约数。那么1也能被它整除，所以1也是它的约数。好，它的正约数有多少个？首先呢，我要用短除式4320上最小的质数，所以我先上2，22得4，12得2，26是2，再上2，上最小的，而且呢是质数。12得2它不够，28是6，再上2，25是10，24得8，再上2，22得4，27是4，再上2，12得2，23得6，25是10，再上2就不好使了，因为末尾它不是偶数了。那末尾是5，那我就上5吧，25、10剩3，5、7、35。好，那就只能上3，3×9=27，再上3，3×3得9。首先我都是用短除式，我看看它是由多少个因数相乘，每次我都用最小的质数，所以我发现4320它等于1、2、3、4、5，5个2，2的5次方乘以谁呢？乘以5的1次方，再乘以1、2、3，3个3的立方。它是由2的5次方乘以5的1次方乘以3的立方。那么2是不是它的约数？是。4呢？也是它的约数。2的立方8呢？8也是它的约数。你拿出一个2，它拿出一个3，6是不是它的约数呢？也是它的约数。因为它能被这么多数整除，这么多数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它的约数，任何2个的积，任何3个的积，2乘5的10也是它的约数，3乘5 15也是它的约数，任何3个数的积，4个数的积都是它的约数。所以我不能一个一个的用手指去数，那么接下来我就要怎么办呢？你看，我就令4320它等于2的阿尔法次方，3的贝塔次方，5的伽马次方，我就给阿尔法贝塔伽马赋值。你现在2的5次方是5个2相乘吧，所以它的约数呢，可以拿出其中一个，拿出其中2个，还可以跟别人相乘，各拿出一个，各拿出2个都行。所以我就看阿尔法的取值都有谁呢？有0，有1、2、3、4、5。贝塔的取值呢有0、1、2、3。
伽马的取值呢有0有1，我就是给阿尔法贝塔伽马赋值，有多少种赋值的方法，我就有多少个约束。阿尔法呢，它有6种取值的可能，贝塔呢它是有4种取值的可能，伽马呢它是有2种取值的可能。所以我要给阿尔法贝塔赋值。首先给阿尔法贝塔赋值有几种赋值的方法啊？6种，可以让它取0，那就说明你的约束里边没有2啊。可以给你取1，说明你的约束里最起码有一个2了。可以给你取5，说明你的约束里一定有5个2相乘啊。所以贝塔的赋值呢，它有4种啊。让它是0，它是0，它是1，那你的约束就是5呗。它是0，它是1，它是1，那你的约束就是15呗。所以它们有多少种赋值的情形，你的约束就有多少个。阿尔法有6种赋值的情形，贝塔有4种赋值的情形，伽马有2种赋值的情形，所以24得8，6、8、48种。它的约束，正约束就有48种啊。所以像这种题，你要把题意理解清楚，你不能一个一个去数，2是你的约束，4也是，8也是，16也是啊，22得4，20、45、20也是，33得9，59、45也是。你说的这么多，无非就是给阿尔法贝塔伽马赋值啊。你拿出一个2，他拿出一个3，他拿出0个5啊，或者你拿出2个2，他拿出1个3。其实的本质你被你发现之后，那么啊，我到底有多少约束，就看给你们赋值的总数有多少。阿尔法有6种赋值的方法，贝塔有4种赋值的方法，伽马有2种赋值的方法，总共有这么多种赋值，给你们都赋完值，你的约束就出现了，这件事情就办完了啊。所以分布计数原理。好了，这节课我讲这么多，下节课继续给大家讲。